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？你喊什么喊呀？谁偷你的护照呀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中文母语者表达强烈情绪的时候，常常用的是一种问句。我们不是说我不要先道歉，而是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？不是你别喊了，而是你喊什么喊呀？不是没有人会偷你的护照，而是谁偷你的护照呀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Real Talk Mandarin， 我是佩佩。今天我们要跳出课本里的中文，深入学习12个充满情绪的语块。我把它们放进了3个真实生活的场景中，让你真正理解并掌握中文的反问句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，到底什么时候用，怎么用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听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了，你没去哄哄他？哄他？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？凭什么让我先给他发微信？凭什么他不来找我？哎呀，就这一点小事儿，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？这不是小事儿，他这种态度，我用得着受这委屈吗？我们先看第一组最经典的吵架句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先道歉？这句话一出来，情绪就已经很强烈了。他不是在问一个原因，而是在表达一种情绪，我不服，这不公平。再看这个，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？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你的反应是不是太大了？但问题是，当一个人已经在生气的时候，你再说你至于吗？对方通常会更生气。还有一句话很关键，我用得着受这委屈吗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没有必要忍，我不接受。这一段对话里，你要记住3个情绪。凭什么表达的是不公平，非常不满。至于吗表达的是你太夸张了，你反应太大了。用得着吗表示的是我不接受，我不忍了。完了，我护照找不到了，是不是丢了？你喊什么喊呀？你前2天从国外旅行回来，不是放抽屉里了吗？可是抽屉里没有啊，我都翻了好几遍了。你再好好翻翻，不是有2个抽屉吗？另一个抽屉你也好好翻翻不就行了吗？肯定在呢。那万一真被小偷偷了怎么办呀？大姐，现在中国哪儿还有入室偷窃的小偷啊？再说了，谁偷你的护照呀？这一段全是特别生活化的反问句。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verb 什么 verb 或者 verb 什么 plus object。 你喊什么喊呀？不是在问你为什么喊，而是在说你别喊了。你也可以说你急什么急，你哭什么哭啊？这个结构非常口语，而且语气偏重。再来看，不是 blah blah 吗？你不是放抽屉里了吗？这句话是在提醒，也是在说我记得你明明放在那儿了。然后下面一句也很地道 blah blah 不就行了吗？另一个抽屉也翻翻不就行了吗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你就这样做吧。但注意，当你用反问句的时候，就表达了一种不耐烦的语气。最后这2个也很有意思，哪还有 blah blah 啊？谁 blah blah 呀？现在中国哪还有小偷呀？意思是说根本不可能，现在没有入室偷窃的小偷了。谁偷你的护照呀？意思是说没有人会偷你的护照，不可能发生。这2种都有一点
你想太多了，这样的事情现在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意思。这一段对话中的关键反问句是有 verb 什么 verb， 意思是别这样做，不是 blah blah 吗？意思是说我记得是这样。blah blah 不就行了吗？意思是说很简单呀。哪还有谁 blah blah 呀？等于不可能，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大家看，这些反问句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无处不在。但是你知道在哪里能听到最地道、最自然的反问句吗？中国电视剧里。那不应该给我吗？凭什么给你啊？凭什么不能给我呀？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？那给你不是有哮喘吗？怎么还养猫呢？来到嘉陵开公交这4年，难道就是为了筹划这起事故？师傅，您跟我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？对，我们都不吃，你自己吃不就行了吗？刚才你听清了吗？母语者的语速非常快，课本中的知识很难让你应对这种真实的语速和情绪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升级了我们的电视剧学中文课程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100天的陪伴式训练营。你不再只是自己学习了，你将同时拥有3位老师，当然包括我的全程陪伴，随时解答你的问题，纠正你的发音，在你的每一个学习阶段给你提供反馈。如果你想从能听懂中文转变成能用中文自如的交流和表达，那就快点点击描述栏里的链接来报名吧。因为我们会提供非常细致的人工反馈，所以名额非常有限哦。好，让我们回到最后一个对话的学习中。下午开会的 PPT 你做完了吗？老板现在就要看。啊，不是说好明天早上才交吗？怎么突然改时间了？客户提前来了，难道你要让老板干等着？那我现在发过去。要是数据有错的话，那挨骂的不还是我？先应付过去再说，不然呢，等死啊！这是一段职场反问句，非常真实。先看这个组合，不是吗？怎么？不是说好明天早上才交吗？怎么突然改时间了？第一句是在抓住原来的约定，第二句是在表达不满，合在一起就是这不合理，我很被动，我现在很不满。再举个例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怎么又忘了？意思是我跟你说过了，对吧？但是你又忘了，我现在很不满，很不高兴。再看，难道你要让老板干等着？这句话不是在问你，而是逼你接受一个事实。现在只能先发给老板，不能让老板等着。接下来这句听起来有点惨，不还是最后挨骂的不还是我？这句话表达的是很无奈，最后背黑锅的还是我。最后一句，不然呢？不然呢？等死啊！这句话的语气很强烈，也很口语，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了，那还能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一段的情绪。不是吗？怎么？计划变了，我很不满意，我很不高兴。难道这个是施加压力？不还是这个表达的是无奈？不然呢？这个表达的是没办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中文的反问句从来不是在问问题，而是在表达情绪。如果你只会说我不想道歉，没有人会相信，你没有必要这样。你可以沟通，但是你说出来的中文不够有感情。
用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表达就叫没有活人感。更地道的表达是凭什么我要道歉？谁会相信啊？你至于这样吗？好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可以在这些语块中选择一个或几个，然后在评论区写出你的句子。记得一定要表达出强烈的情绪哦。我会帮大家检查句子的。好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，拜拜。